来吧 ，NA 新出的这一款 EX 编号的钢索，也就是所谓的 G1 玩具配色。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跟这种 G1 的复古玩具的感觉差不多的，而且整体的一个包装的这个峰会拍的还是挺漂亮的。纸品方面，线稿说明书；配件方面，大枪大剑，还有张开的替换手型。哇，这一回的钢索终于带上这根彩透的大宝剑了。之前的原色动画版里边，它是带了一个类似于特效件儿一样的剑，那个是可以和龙的形态下嘴巴里边互动的。但是这把大枪的样式就和动画片里边的那个双管的不太一样，它这回是一个单管炮啊，全身以前的那个灰色的板件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全部上了这种很亮很亮的金属漆。枪铁色的那种味道吧，胸口啦，包括龙爪子，还有龙脖子里边都是有电镀的。这里的透明盖子茶色的也抠了上去，脖子这个地方也给你扣上了茶色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很像 G1 玩具钢索当时的那种细节感。其实啊，就说回来啊，所谓玩具背后的故事就得讲讲这玩意儿了。其实，在当时我们讲那一期黑色铁皮的时候，就说到啊。曾经的戴亚克隆的前身其实是 G.I. Joe， 先是美泰的芭比娃娃，然后海之宝变成了特种部队 G.I. Joe， 接着特种部队被引进到了日本，然后日本人给这种不太受日本玩家欢迎的这些美国大兵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些皮套，当时就给他们弄了一些类似于当时日本特别热播的一些假面骑士之类的这些东西吧，反正就特摄片儿穿的那种皮套服，给这个特种部队的小人穿上了。哎，当时卖的还挺好，卖的火了一批。结果后来呢，这个1:6的小人慢慢的市场也开始饱和的时候，塔卡拉就开始做了一些新的改动，里边弄成了一个电镀件，外边包了一个透明壳。所谓的做成了外星的机械智慧生命体，其实当时那个设定就已经开始慢慢有后来的变形金刚那味儿了，以至于从那个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内附电镀，外面套透明壳这种结构，保留到了 Dinobot， 也就是机器恐龙的前身，当然应该也算是曾经的戴亚克隆系列了。所以呢，在记忆玩具上边，以至于如今的 MP， 你都能看到里边是电镀件，外边套透明壳的这个结构，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美型装置，一直有所保留。而现在我们大家也认为，钢索如果你不带透明胸的话，这个就没有灵魂。其实咱们应该的想法搬回来一点，动画片里边的钢索不是透明胸，只有玩具配色才会有透明胸，所以这回的 G1 玩具配色的 NA 钢索做的这个就对了，如果他不做这个反而就有问题了。身上自然也会有当时仿 G1 老玩具的那些细节贴纸， NA 在这种 G1 玩具配色上边用的都是印刷，而且这些印刷的风格非常的精美，细节做的也很漂亮，很复古，上世纪80年代那个贴纸的味道做的很足，挺不错的。当然这款钢索也是一个老玩具了，我们之前的原色版本讲的非常详细，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就说到这回的大宝剑啊，往下摘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你直接拔是拔不出来的，因为剑柄的这个位置和袖子这个地方有一点卡边缘，我们稍微的扭一下，把这个边缘卡出来，再拔出。那正好在动画配色里边我们是龙变人，在这款玩具配色我们就人变龙吧。首先小臂的这两块打开，手腕旋转一个90度打横过来，然后把中间这个芯儿旋转180，出现了一个三角形。通过这个三角形的两边插合，就把袖子变成了一个梯形。这个就是所谓的赛博坦质量转换技术，第三方很容易的实现了出来。这就又让我想到了千之恋的 SRX 呀。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在为千之恋鸣不公啊，说这个东西啊，你不应该这么批评，因为 SRX 的变形设计太玄学了，它的腿肚子 R3 怎么样，它变大不了变小不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在变形金刚界所谓的变大、形状转换、变小、
腹部压缩都可以利用这样的结构去解决，甚至不足以解决它的时候，第三方的设计师会用假零件去做。你告诉我牵制链你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不了，你别找那个借口。好，这条胳膊继续转，打回去。接着脑袋我们这里先腾开位置，把后边的背包这个地方双关节拉出来，这里有一个卡扣，揪开，肩膀的位置往下拖，拖出这个双关节。注意一下，其实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卡点，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这里还是比较紧的。然后我们把腰部往下推到底，脑袋这个地方就卡开这个拨片了。这里其实就不用管它了，我们把后边这里锁上。先腾开吧，先别锁。上边也别变，我们主要还是要处理这两条腿来着。脚尖儿先拉开，把这个板子翻出来，腾开空间，从里边掏出来龙的尾巴，这个关节立过来，再顺着大腿这个地方撇下来一个90度，然后两个轴同时的旋转，让大腿和尾巴尖换一个方向，这回尾巴尖撇到外边，大腿转正，往里撇。好了，半条腿就变完了，半个龙的屁股。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脚后跟，把这里翻出来，龙的尾巴撇正，这个地方跟旁边不太一样，会有一个小尾巴尖儿揪出来，膝盖拖下来，然后捏住这两个同时的旋转，从这边转来，还挺紧。转过来，把尾巴倒腾到正确的角度，大腿往里贴。这个时候就可以闭合两条腿中间所有的卡扣，尾巴尖捏上，一层一层的往上扣，这两个插起来。好，插到这里的时候，这两个盖子侧方这里和电镀件中间有一个连接的扣子，把这里插齐，压上。下半个钢索我们现在就变得差不多了，这回再往里折叠腿部的双关节，往后卡一下，把胸部也锁住了。上边这里脖子拉下来，这里就是注意这儿有一个非常小的扣子，它是锁脖子尖的。小翅膀翻下来，把这个卡扣定位憋到里边去。插合，哇，这个地方密合完了以后非常的整齐。龙形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身上非常漂亮的涂装部分又再次展现了出来啊，包括胸口这个位置，还有这些侧方面的花纹，主要是后背这一块，腿正面的涂装，这里全部展现了出来，非常的漂亮。再加上脖子的这些细节，电镀件外边扣茶色玻璃，很标志性的，胸口这里都有刻画，非常的漂亮。而且整体的这个龙的这个颜色的搭配啊，就是G1老玩具的那种味道，这味儿很正。所以每一次我都在说 NA 在做这种G1玩具配色的时候真的非常考究，甚至身上的贴纸花纹它都尽量想做的跟官方原版的那个很接近，很不错的一套涂装。而且这一套钢索如果你用肉眼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金属漆的枪铁色喷完了以后会更加的好看，龙整体更有机械恐龙的那种质感的味道。但可惜的就是NA 的这个钢索的模具啊，几个比较致命的问题。首先腿的这个关节啊依旧是这样，所以这个模具嘛，其实在G1的这个动画配色里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另外就是胳膊的这个关节可动，根部这里我觉得应该做成一个球关啊，可能在人形的时候摆造型会更好看一点。
所以呢，之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呢依旧有，而之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嘛，这回主要还是看一个配色，这个配色是真的漂亮 ，NA 的记忆玩具配色做的都特别的棒。其实我很喜欢他们把现在的这种玩具做出来这种复古的贴纸的风格，整体的美型又和原来的味道特别的浓，就很懂啊。这个美工师傅很有两把刷子。那么得嘞，NA 的这一套 EX 编号记忆玩具配色的钢索大概就是这样了。